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掌灯静读。京圈太子爷厉思燕把我当成亲妹妹宠了8年。我生日他放了满城的烟花，成人礼他送我一座城堡做礼物。一次酒醉后，我们意乱情迷，一夜荒唐。清醒后，我向他表明心意，却不料他冷脸皱眉，说只是把我当成妹妹。后来他骤然出国，我等他3年，却等到他带白月光从国外归来。白月光和我都被绑架，下了烈性催情药。厉思燕心疼地抱走白月光，却只留给我一句话：你忍忍。后来我被警察救出时，满身是伤的被救护车推进医院。城市中心硕大的直播大屏上，厉思燕亲密搂着白月光从酒店出来。我也心如死灰，答应了竹马的求婚。听到我答应后，竹马周福金眼眸微红地抬头，他满脸都是心疼，声音也在颤抖。简墨，你说什么？一大滴泪落在我手背上，周福金心疼地握住了我的手。我知道你很痛苦，但默默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请你别自暴自弃。他目光落在我浑身的伤口，那些丑陋狰狞的伤疤和吻痕，眼中的痛苦几乎要将他摧残。他说恨不得能替我受这些罪，我却僵硬地扯动嘴角，笑道：周福金，我说我想通了，我嫁给你。他不可置信地愣住，深深地望着我，却没有作声。我想抬手摸摸他的脸，胳膊上的伤口又裂开了，涌出好多血。周福金，你嫌我脏了吗？周福金疯狂摇头，他心疼地帮我止血，又紧握住我的手贴在他脸上。不嫌弃，我永远不会嫌弃默默。你愿意嫁，我娶你，等你出院我就娶你，好不好？我总算松了口气，释怀地闭上眼睛，泪却从眼角滑落。这3年来，周福金向我求婚了9次，都被我拒绝，只因我一直在等那个不可能的人回来。我等了厉思燕3年，在得知他回国那天，放弃了最重要的比赛，跑去机场迎接他，却看到他牵着白月光的手，宛如一对情侣，说说笑笑出现在机场出口。注意到脸色发白的我，厉思燕没什么表情，反而带着明珊珊朝我走来。简墨，这是明小姐，你未来嫂子。她让我喊明珊珊嫂子，可我张了张唇，只觉得口腔苦涩至极，怎么都说不出那2个字。明珊珊却笑得明媚大方，这就是简墨吧？你哥在国外3年，经常跟我说起你，默默可是力总捧在掌心的小公主呢。他们的笑声荡漾在机场，我的心却碎成了一片。3年的等待终成空，眼前的现实告诉我，这不过是我痴心梦一场。那时我就死心了，却不料还是没躲过后来的劫难。明珊珊回国不久，京圈新闻就上了报搜，词条是京圈太子爷厉思燕神秘女友或许是太高调，引起了绑匪的注意。几天后，我和明珊珊一同被绑架。接到电话的厉思燕当即调动全部人脉寻找明珊珊，几天几夜不眠不休。绑匪让他打1000万，他毫不犹豫打款过去。绑匪开了视频，对准了我和明珊珊。视频里他额头青筋暴起，却只有一个要求：别碰珊珊。绑匪听了，看向我时一脸嘲讽玩味，锋利而冰凉的刀刃拍了拍我的脸。看来你这个京圈小公主也不怎么得宠啊。那些绑匪是厉思燕的仇家，每次有重大活动或宴会，厉思燕都带我出席。营销号把我炒成京圈小公主，说我是厉思燕的心头肉，掌上明珠。
可如今，所谓的京圈小公主还没一个出现不久的神秘女友重要。我苦涩地望着视频里狂怒的厉思燕，她一向温文尔雅，从不喜怒形于色。可如今为了明珊珊，不惜自曝软肋，任由绑匪拿捏。绑匪又让他打款1个亿才肯放人。半个小时后，1个亿就到账了。可绑匪并不打算轻易放人，他们用注射剂给我和明珊珊注入了1针管裂性催情药。这玩意儿可是国外弄来的好东西。你们要是2个小时之内没有和男人欢爱，就会全身爆裂，必死无疑。但是厉思燕那小子来，只能带走1个。那药效极大，刚刚被注射不久，我就浑身燥热。我旁边被捆住手脚的明珊珊也忍不住轻吟出声。厉思燕比约定时间还提前了10分钟。她穿着黑色风衣赶来时，周身凝聚着一层冷雾。放人？绑匪轻笑着说，2个小美人，你只能救1个。厉思燕皱着眉头望向我，明珊珊却双目迷离，脸颊绯红的呼救：思燕，救救我！我攥紧拳头，指甲嵌入肉里渗出血来，才勉强保持住清醒。我望着厉思燕，见她朝着明珊珊缓缓走去，只觉得不妙。哥哥！我声嘶力竭，叫住拦腰抱起女人的厉思燕。她脚步一顿，却皱眉回头，只留下4个字：你先忍忍。我不可置信地望着厉思燕，她没有犹豫，果然只抱走明珊珊，便上车离开这里。不，别把我丢在这里！哥哥，厉思燕，救救我！我声嘶力竭，嗓子都喊哑了。可是很快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，厉思燕带着明珊珊很快走远，只剩下我被身后的阴影淹没。身后的畜生们笑得猖狂，小美人，你哥哥也没那么宠你嘛，为了那个女人居然丢下你。他们撸起袖子，朝着我不怀好意走来。既然如此，今晚你可就是我们兄弟几个的下酒菜喽！我疯狂嘶吼，挣扎，求救，却没有人发现这片废弃的仓库。直到他们一个又一个心满意足地起身，我全身残破不堪，双目无神地盯着天花板，只剩下绝望。再到后来，我捡起旁边的匕首，准备砍死他们，然后一死了之。忽然急促的警鸣声传来，他们全都被捕。在我苦笑着举起刀子对准胸口时，忽然有人颤抖着手握住我的手腕。简墨！周福金眼眶通红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他扔掉刀子，把我抱在怀里。救护车！快，救护车！直到我被救护车抬进医院。我看到城市中心的广告大屏上，正直播着狗仔偷拍到的画面，厉思燕亲密搂着怀中女人，一边扣上衬衫纽扣，一边从酒店走出来。我就医院住了3天3夜，厉思燕从始至终没有出现，而我也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。这3天一直都是周福金不眠不休地陪在我身边。他让人给我做爱吃的清淡菜，又按时帮我涂药，晚上我睡着了也撑着脑袋陪在我床边。一旦睡得深了，我就无休止地做噩梦，梦到冰凉的刀刃、废弃的仓库、男人们的狞笑，以及厉思燕毫不犹豫离开的背影。每次我尖叫着醒来，周福金都会瞬间醒来，条件反射地把我抱在怀里，轻声安抚：默默不怕，我在。直到医生说我康复可以出院。周福金开车要把我送去春江别墅。春江别墅和后面的那座城堡，是我18岁那年厉思燕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抵达的时候，我瑟缩在车里，
怎么都不肯下去。我一个人住在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冲进来绑架了我，我不要回去。周福金眼里闪过心疼。那你跟我回家吧，好不好？我点头。在周福金家里住了2周，厉思燕给我打来了出事后的第1个电话，开口就是平淡无比的声音：简墨，明天是中秋节，我妈喊你一起回老宅吃饭。喂，你能听到吗，简墨？我没有作声，流着泪挂断了电话。原来已经到中秋节了。我想起上个月我去老宅看望厉老夫人时，她一脸欢笑地握着我的手说：下个月我儿思燕回来，不出意外，让你们中秋节那天订婚。可如今早已物是人非，我只蜷缩在周福金家里，做起了缩头乌龟。电话又响了好几声，全是厉思燕的未接电话，我直接关机。第2天，厉思燕居然找到了周福金家里，她穿着黑风衣站在楼下，单手插进裤兜，给我打来电话：下来，跟我回老宅。厉思燕眼看就要让保镖把周家的门踹烂了，我不能再躲，换上了高领毛衫，把全身遮盖，严实下了楼。周福金，你陪我一起。我抓着周福金的袖子不松手。墨镜下，厉思燕的目光凛然落在我的手上，紧接着拦住周福金：抱歉，今天是家宴，不方便外人。周福金笑了笑，轻轻捏了捏我胳膊：别怕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他拿起钥匙朝着自己的车走去。我下意识找到厉思燕的劳斯莱斯，刚要打开副驾驶车门，忽然车窗摇了下来，明珊珊那张明艳的笑容绽开：简墨，好久不见。我的手僵硬在半空中。厉思燕蹙眉帮我打开后座：你坐后面。我乖乖坐在后座，一言不发。一路上，明珊珊似乎特别兴奋，讲话讲个不停。厉思燕简单附和了几句。忽然透过后视镜，厉思燕审视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：默默，今天话怎么这样少？在她的记忆中，我叽叽喳喳跟小鸟一样，一见到她就说个没完。人总是在自己爱的人面前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，可爱消失了，其他的也会紧跟着消失。我摇摇头，有点不舒服。厉思燕也没多说什么，脚踩油门，很快抵达了老宅。厉老夫人听说我要来，一大早就站在门口迎接。默默，她热情地拉住我的手，心疼地上下打量了一番。哎呦，听说前些天你被绑架了，都怪厉思燕，她惹的仇家，委屈你了呀。厉老夫人眼角闪着泪花，我也忍不住红了眼。当年那场山洪爆发，我爸妈是为了救厉老夫人死的。我成了孤儿，厉家老太太回来后就办理了收养手续，跟我说以后厉家就是我的家。他们把我当成亲女儿抚养，让厉思燕把我当成亲妹妹。厉思燕确实把我当成亲妹妹照顾了8年，为我造了一场豪华的梦，又亲手将我推入深渊。明珊珊笑着讨好厉老夫人，递过来一个豪华礼盒：伯母，这是我给您从国外带来的礼物。厉老夫人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她不满地看向厉思燕，都说了是家宴，外人怎么也来了？厉老夫人不喜欢明珊珊，觉得她曾脚踏2只船，又赌气去了国外，害得厉思燕追她3年。她一直想撮合我和厉思燕，却总是被明珊珊的突然出现破坏掉。尤其是听到前些天厉思燕为了救她，把我扔在了废弃仓库，厉老夫人更是对她不满。饭桌上气氛一度尴尬，明珊珊委屈的泪花在眼眶打转。
厉思燕目光心疼地驻留片刻，夹了她喜欢的菜放在碗里。简墨，那天之所以先救出明小姐，是因为她有先天心脏病，不能受惊吓。你身体皮实，多等一会也没什么。而且那天离开现场，我立刻让人报了警，知道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说着，他也夹了一块我不爱吃的红烧肉放在我碗里。我早知道警察肯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厉思燕笃定的声音让我扑哧笑了。我真的很想质问他，知道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，那我身上的这些伤又是什么？可我没有问出口。厉老夫人见大家都不愉快，随意转移话题，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我轻笑着放下碗筷，阿姨，我下周就要结婚了。本来打算这次家宴就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的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厉思燕愕然抬头，厉老夫人诧异看我，默默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男朋友都没有，和谁结婚？他说完，有意无意看向厉思燕。我暗恋厉思燕，向她表白这件事，从3年前就不再是什么秘密。有人以此来取笑我痴心妄想，有人说我有厉老夫人做靠山，和厉思燕天造地设很般配。可过了3年，厉思燕带着明珊珊回来，再也没有人把我和她联系在一起了。我刚要开口，厉思燕忽然冷声质问：简墨，是刚刚那个周福金吗？厉思燕不悦地放下碗筷。你为什么突然决定结婚？我说过，就算你一辈子不嫁人也没关系，厉家会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厉思燕蹙眉盯着我，似乎期待我改变主意。我却始终低头在笑，就是觉得嫁给他应该会是一件不错的事，我也应该开始新生活了。那顿饭不欢而散。我离开老宅的时候，厉思燕丢下明珊珊追了出来。简墨，你怎么会结婚那么突然？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，你还在生气？我脚步顿住，回过身来，笑了。哥，你误会了。福金他跟我求婚9次，打动了我，我也很喜欢他。我轻笑着看向他身后追出来的明珊珊，就像你和明小姐一样，恩爱的人总会走到一起。我说完转身离开。周福金一直等在门口，看到我走过来，笑着下车帮我打开车门。就连我俯身上车的时候，他的手都抵住车顶，以防我碰到头。走吧。周福金脚踩油门，车子很快疾驰。走了好远，我才缓缓回头。从后视镜看到厉思燕始终站在那里没有走，拧着眉，周身凝成了深深的冷雾。厉思燕后来找了我好几次，我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。明珊珊也故意拿着钻戒找我炫耀。简墨，之前的事你就忘了吧，我很快就要和思燕结婚了。我笑着祝福他们百年好合。婚期渐近，一次周福金陪我逛街，我鞋带开了，他抱住我。小笨蛋，别乱动。他蹲下身帮我系鞋带，我情动时吻住他的脸，结果被狗仔拍到了。厉思燕刷到这条新闻时，扔下正在约会的明珊珊，气势汹汹跑来怒斥我：简墨，你是女孩子，在街上就这样和男人亲密，你就这样不知廉耻吗？他眼眸猩红，似乎被我气坏了，扬手扇了我一巴掌。我捂着脸轻笑：廉耻？哥哥，在你救明珊珊离开的那晚，我的廉耻早就没了。我掀开衣领，露出那些丑陋狰狞的伤疤吻痕以及结痂的烙印，亲眼看着厉思燕的脸色一点点变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厉思燕眼眸猩红，她满脸不可置信，盯着我身上那些伤疤烙印。
这些伤是怎么来的？那天晚上不是没过多久，警察就赶到了，你就被救出来了吗？我冷笑更甚。那天你救走了明小姐，去酒店帮她解了药。可是我的好哥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该怎样解药呢？你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，身后剩下的只有那些丧尽天良的男人，你凭什么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他们不会动我呢？警察赶到的时候，我已经被他们折磨得残破不堪了。一个被下了药，毫无抵抗之力的女孩，该怎么逃脱那群禽兽的魔掌呢？自从被解救，我想了很久都没想明白。在厉思燕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下，我似笑非笑，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厉思燕颤抖着伸出手，想触碰我身上的伤痕。她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只是眼圈红了。对不起，默默。厉思燕满眼都是愧疚，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你以为是什么？以为我在那样危险的处境下，也可以安然无恙地衬托你英雄救美？以为我经历了这些，还可以心无旁骛地做你的好妹妹？我脸上的笑意逐渐阴冷。厉思燕，收起你虚假的歉意吧。你和明小姐很快就要订婚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订婚的那天，刚好是我和周福金的婚礼。厉思燕惊讶错愕看我，我却抽开了手，毫不回头地离开了她的视线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半个月没见厉思燕，她从未间断地来找我。银行卡里收到5000万的零花钱，是她打来的。她打电话我不接，又给我发消息说在地段最好的位置又给我买了一栋海景别墅，让我有空可以过去看看，甚至搬出厉老夫人为借口，想让我回老宅，想再见我一面，都被我婉拒了。这几天我们在家里收拾了很多东西，把这些年厉思燕送给我的贵重礼物一一归还。望着堆积如山的礼物，厉思燕愣了愣，她不明所以。默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物归原主。我轻咳一声，缓缓开口。哥哥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婚后会搬到周家和福金一起住，所以这座别墅也就空着了，你收回吧。说完，我递给他钥匙，转身离开。厉思燕却猛然握住我的手腕，眼眸通红。简墨，你这是要跟我划清界限吗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才3年不见，你非要和我这样疏远吗？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这3年我去国外是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卑微讨好的厉思燕。他居然试图跟我解释，可从前的他一向清冷孤绝，从不屑于向任何人解释。哥哥，我打断他，你要是这样理解也可以，毕竟我们本来就不是亲兄妹，如今又各自婚嫁，拉拉扯扯的终归不太好。我扭过头去，门口站着脸色煞白的明珊珊。我轻笑，嫂子，我先走了。明珊珊尴尬地扯动嘴角，笑得比厉思燕还难看。我走出门才发现我的药忘拿了，等再折回去拿，发现那药被厉思燕紧紧攥着，她眉头拧成一团，几乎要捏碎。简墨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？她把药砸在地上，犹如疯了一样。我面无表情地弯腰捡起来。这抗抑郁药物，从那件事之后，我就一直都在吃了。没有谁能在经历了那样的噩梦之后，能坦然自若的。如果没有这些药，恐怕我早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不过这一切都和厉思燕没什么关系了。我什么都没带，和周福金领证之后，搬进了周家。我专门挑了厉思燕订婚日那天办婚礼，就是希望她别来看我嫁人。
我也不去看他和明珊珊如何约定一生恩爱，白头偕老，这是最好的安排了。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在我和周福金站在婚礼高台上，厉思燕还是出现了。她穿着一身清冷的订婚西装，脸色阴沉地出现在观众席上。她出现的那一刻，观众席议论纷纷。这不是京圈太子爷厉思燕吗？今天应该是他的订婚礼，他怎么会出现在周家的婚礼上？你们不知道吧？今天的新娘简墨小姐可是他最宠爱的妹妹，她结婚肯定要来呀。你说的不对，简墨小姐根本就不是他亲妹妹，听说3年前就是拒绝了简墨的表白，才出国3年的。啊，还有这样的瓜？那他今天来，该不会是为了抢婚的吧？主持人也被婚礼的突变惊讶住了，但他还是赶紧转移大家的注意力。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交换戒指的环节。周福金温柔而专注地望着我，单膝跪地，轻轻帮我戴上戒指，而我也轻笑着，眼里只有周福金，帮他戴上戒指。即便不抬头，我依然能察觉到那道阴冷的视线始终定在我身上。我主动踮起脚尖，吻住了周福金的唇。他微微一愣，很快环抱住我，动情地回吻。在众人的欢呼和叫好中，忽然一个突兀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呀！”明珊珊身上的订婚礼服还没脱，脸上带着一抹阴冷的笑，捧着礼盒走进来。真是不巧，妹妹的婚礼与我和思燕的订婚礼撞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肯定和思燕早早来送上贺礼。我面无表情地看过去，明明这场婚礼没有邀请明珊珊和厉思燕，她却不请自来，还带来了贺礼。我轻笑，来者就是客，给明小姐准备席位。可是明珊珊却笑着朝我走过来：“是我来的仓促，简墨，祝你新婚快乐，这是送给你的贺礼，打开看看。”我还没有打开，明珊珊忽然冷笑着松手，翡翠玉如意掉在地上，摔成了粉碎。明珊珊哎呀一声，装起无辜来。都怪我笨手笨脚没拿稳，居然在你新婚的日子摔碎了玉如意，真是晦气。此言一出，现场众人面面相觑，都知道明珊珊来者不善了。可下一秒，明珊珊的目光更加阴冷，带着一丝挑衅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毕竟简墨妹妹也不是真喜欢新郎，这次大婚也就是一丝一丝。我说的对吧？周家人都变了脸色，明显知道他是来搅乱婚礼的。明小姐，如果你不是真心来送上祝福的，就请你离开。明珊珊却冷笑更甚，她径直抢过主持人的话筒。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当初我和简墨都被绑架了，那件事闹得新闻播出了好几天。我被厉思燕救出来，但是简墨小姐被扔在那里，听说是被好几个男人糟蹋了。周先生，你别是做了接盘侠，还乐在其中呢。明珊珊眼中满是报复的快意，她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冷笑道：“简墨，你毁了我的订婚，我也要毁了你的婚礼。”周福金面色冷了一瞬，他坚定地把我护在身后，面部却紧绷起来。明珊珊，人群中暴怒的身影将明珊珊一把扯过，狠狠甩了一巴掌。谁让你来这里的？你闹什么？厉思燕第一次这样不留情面，居然当着那么多人动手打女人，而且还是自己的未婚妻。我只是来参加妹妹的婚礼，订婚日子改天，你就跑来闹。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毒，不仅嫉妒简墨，还公开造谣，破坏周家的婚礼。看来订婚也没必要改时间了，直接取消吧。
明珊珊错愕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慌。思燕，他认为订婚没有进行，是我破坏的，所以故意来我的婚礼上搞点小破坏，却没注意到厉思燕早就在下面看着这一幕，把他的真面目也看了个清楚明白。厉思燕当众向周家表示歉意，又向观众致歉。观众们纷纷感慨，厉总还真是个好哥哥。没想到真的和传言一样，他那么宠简墨小姐。厉思燕最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话都没有，转身离开了婚礼现场。明珊珊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还想出言挖苦嘲讽我。我死死地盯着他，正要一巴掌扇过去，忽然身子一轻，周福金拦腰抱起我，满眼温柔：“老婆，我们要去洞房了。”我的手掌握紧又松开，点了点头。那天之后，厉思燕和明珊珊的订婚彻底取消了，就连网上都刷不到一条营销号的新闻，就好像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。再次见到他们俩，是半个月后，我带着周福金去老宅看望厉老夫人。明珊珊狼狈地跪在地上求厉思燕：“思燕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你在国外追了我3年，你说要找回当初的感觉，你说会给我时间的，你怎么能说好娶我又反悔呢？是因为简墨那个小贱人吗？因为你妈一直都在撮合你们，难道你真的对她动心了？可你明明说只把她当成小妹妹的。”厉思燕轻蔑地扫了他一眼，眼中的厌恶不加掩饰：“是我看错你了，明珊珊，你从头到尾就没变过。我说过，当初只是拿你当挡箭牌，只要你安守本分，可以让你做厉夫人。但是你呢？你让我失望。”说完，厉思燕招呼保镖，让人把明珊珊赶走了。再抬头，厉思燕看到我，神色激动地站起身来：“默默。”可是转瞬，她看到我和周福金十指相扣的手，眼睛里的光瞬间暗淡下去。我轻笑：“哥，我带着老公来回门了。厉阿姨是我的娘家。”厉思燕没说什么，她似乎格外不喜欢周福金，只要他在，厉思燕就会找借口出去。晚上喝得醉醺醺才回来，但我没跟他多说什么话，只是陪着周福金坐在老宅的院子里看星星。从前陪我看星星的人是厉思燕，她说要陪我看一辈子的星星。如果不是那次酒醉后我们意乱情迷，一夜荒唐，或许可以做一辈子的兄妹吧。不过人生没有如果，自从嫁给周福金，我的心思就全都在他身上了。他会陪着我走出抑郁，陪着我做一切想做的事。他情绪稳定，从来都做我最坚实的后盾。能遇到这样的周福金，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幸运了，更不会奢求其他。日子一天天过下去，可是我却备孕好几个月都没能怀上孩子。厉老夫人让人给我送来了偏方，可是在半路上被厉思燕发现了。她目光落在偏方上，皱眉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厉老夫人给她解释说：“这是给默默的，自从3年前流产后，她的身子就受损了，不容易怀上孩子。”厉思燕却当场变了脸色。3年前流产？见她还不知情，厉老夫人诧异了下：“你还不知道？你这个臭小子，3年前分明是你睡了默默，却翻脸不认人，跑出国去了。那一夜之后，默默就怀孕了。就是因为你出国，默默心神不宁，没过多久，那个孩子就流产了。默默还伤心了很久，一直在抹泪。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撮合你们俩，以为你也是喜欢简墨的，却不想都是他错付了。
厉老夫人每说一句话，厉思燕的脸色就变白一寸，最后她整个人都瘫倒在地上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那一晚居然真的是简墨。厉思燕疯了一样来找我，她跟我解释当年的事，说当年只以为自己喝醉后做了一个荒唐的梦，梦中对我充满占有欲，之后只要看到我，就会想到那晚梦中发生的事。他不再给我吹头发，一闻到我的发香，就会忍不住想把我抱在怀里，一看到我的脸，就会想着亲上来。这样的念头越来越强烈，他觉得自己越界了，就跑出国外避避，却不料遇到了明珊珊，于是开始了和明珊珊的一场赌约。明珊珊若是答应给他连接国内外资源，他就会给明珊珊厉太太的身份。此刻告诉我这一切，厉思燕痛苦不已。简墨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我以为你会在国内过3年清静日子，我以为能把你宠成小公主，将来快快乐乐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这样，没关系。我轻笑着抽出自己的手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而且真相到底是什么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从他手里接过偏方，哥哥，过去的那些事就当是一场梦，忘掉吧。我转头看向门口的周福金，他早就到了，只是害怕打扰我们，一直守在门口，没有进来。我走过去，主动握住他的手。老公，我拿到了偏方，听说很灵的，之前有邻居用了这个偏方，没过多久就怀孕了。要不我们今晚就试试？我和周福金说说笑笑，离开了这里，独留厉思燕痛苦而落寞的身影。2个月后，听说明珊珊被捕入狱了。我打开新闻，这几天全都在播这个消息。原来是厉思燕记恨起当年的绑匪，结合黑白2道势力，是要把那群人揪出来碎尸万段，为我报仇。却不料阴差阳错，发现了当年绑架的内幕。那并不是一场见钱眼开的绑架，而是有幕后主使的。那人正是明珊珊。明珊珊为了试探厉思燕的真心，也为了铲除掉我这个潜在威胁，本来是想让那些绑匪灭了我的口，却没想到最后厉思燕报了警，奄奄一息的我最终还是捡回一条命。得知这一切真相后，厉思燕简直气疯了。她彻底失去了理智，在明珊珊入狱之前，拿着刀子对准她肚子狠狠捅了7、8下。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，恐怕她手里就要背上一条人命了。却不想，明珊珊虽然落网，但她却留了后手。那天厉思燕失去理智捅伤她的视频，不知道被谁全程录了下来，传到了网上。京圈太子爷的光鲜亮丽不在，瞬间背负上了负面新闻，就连负面影响都影响到他旗下的一系列产业，造成股票一夜暴跌。厉思燕却根本不在乎，她一身狼狈地来周家找我，却又不敢进来见我，只是躲在门口偷偷窥视着我，泪流满面。简墨，我到底还是失去你了，而我却丝毫不知情。因为我刚刚怀孕，知道这个好消息后，周福金放下手头上所有的工作，在家里照顾我。他还拿来最好的去扒药，坚持每天3次给我涂。镜子里的我已经恢复了从前的肤白如雪，那些伤疤和烙印的痕迹，如果不仔细瞧，也看不出来了。虽然偶尔有时我还是会做噩梦，但每次噩梦醒来，都会有周福金在旁边，第一时间安抚我，驱散掉我的恐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那些噩梦也很少再来找我了。
10月怀胎，我顺利生下一对双胞胎。满月那天，厉思燕从国外回来，给我的2个孩子送上礼物。1年多不见，厉思燕变得面色憔悴，眼里的光也暗淡了，不复当年的意气英发，人们也不再说他是什么京圈太子爷。我轻笑着逗2个孩子：“快谢谢你们舅舅。”厉思燕哀伤地望了我很久，最后消失在了热闹的宴席中。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只是在留下的一张银行卡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：“简墨，看到你开心幸福，我很满足，但失去你已成为我的一生遗憾，因为我曾让你一身伤，使我有愧于你。等2个孩子长大，我会把一切都送给他们，就当是补偿了。”我只觉得不妙，反应过来打电话给厉思燕，却显示已经关机。等再次得到厉思燕的消息，才知道她已经跳河了。等捞出来的时候，人已经浮肿得不成样子。我得知后泣不成声。收拾遗物时，发现周福京给私人律师留下了遗嘱，果然如同他说的那样，把名下财产都留给了我的2个孩子。完结。